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还有2天就是元宵节了，今年我做了低糖的花生黑芝麻馅儿和酸奶馅儿的汤圆，家里人都说挺好吃的。今天赶紧给大家分享一下做法。这回这个黑芝麻馅儿的汤圆流心效果还真好，酸奶馅儿小清新口感，酸甜解腻。先做黑芝麻馅儿的，熟的黑芝麻、花生和糖放在一起，用料理机打成细粉状。我用的这个糖不是红糖，是椰子花糖，属于低卡糖，因为我家人都血糖高，用0卡糖我怕不好吃，就用的低卡糖，没有就换成白糖就行了。打完以后就是这样的状态，然后加入融化的椰子油，没有椰子油可以换成猪油或者黄油，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再少量分次的加入凉白开，然后再拌匀。我是一次性把凉白开全倒进去了，这样就是要拌好长时间才能拌匀，所以少量分次添加比较好。拌匀以后的黑芝麻馅就是这种状态，看上去很稀很稀，然后给它放在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。我是冷藏了1个晚上，因为我是睡前做的，反正就是要让它变凝固嘛，然后就可以给它搓成10克1个的球。搓好以后再放到冰箱里去冷冻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做皮了。这个皮的量大一点，差不多能做40个，因为我还有酸奶馅儿，不想做这么多的话可以减半。把糯米粉、玉米淀粉、黄油放在一起拌匀，然后加入刚刚煮开的沸水，先搅拌成絮状。一定要先搅一搅再下手揉面，因为你直接下手揉的话真的会被烫死。然后再慢慢的下手揉面，如果还是太烫的话就稍微晾几分钟，别把手烫了。多揉揉，最后揉到它能拉得长一点就好了，这样好吃。然后就把皮的面团分成15克1个，给它滚圆盖上防干。这个时候馅儿应该也冻好了，就可以包了，非常好包，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给它包好。把这个面皮先整成碗的形状，然后把馅儿放上去，再收口就行了。收口处稍微捏紧一点，再滚圆。包好就可以直接煮，不煮的话可以先给它冷冻起来。我先冻起来，跟酸奶馅一块煮。酸奶馅我做了2种，一种是奶酪酸奶卡士达馅，一种是桂花酸奶馅。这个是卡士达的做法，先把奶油奶酪用小火加热，直到它变顺滑，然后分次加入酸奶拌匀。分次加就是防止它拌不匀会有结块的现象。拌匀以后加入1个蛋黄，再拌匀。然后再加入糖和玉米淀粉，拌匀。就用小火加热，给它熬成酱就行了。最后熬到这个样子，还会冒泡泡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关火加黄油拌匀，给它晾凉。凉了以后装裱花袋里，给它挤出10克1个。因为我没有合适的模具，就给它挤在油纸上，这样一坨一坨的，反正能包上就行，管它呢。放到冰箱里去冷冻，给它冻硬就可以包了。桂花酸奶馅就是把这所有材料放在一起，小火熬成酱就可以了。其实跟那个酸奶小饭的做法是一样的。熬成酱以后，如果你不喜欢桂花的口感，可以给它过筛，就留桂花的味儿就行了。熬到这样的状态就好了，然后给它稍微晾一晾，倒在1个小盒子里，放到冰箱里去冷冻，给它冻定型。我有点着急了，最好是给它冻硬了，然后再切块，因为我着急想要赶快发这个视频，这是我昨天晚上熬夜做出来的，
所以没有给它冻硬就切了，还是给它捏成10克一个的球，再放回冰箱里给它冻硬就可以包了。酸奶馅我做一个其他颜色的皮儿给它区分开，把白色的面团分成3份，有2份加入不同量的紫薯粉给它揉成不同的颜色。加入紫薯粉以后，面有可能会变干，变干的话就喷点水，家里有什么粉就加什么粉，南瓜粉啊、草莓粉啊、抹茶粉啊、可可粉啊都行，也不需要一个固定的量，想加多少自己调整就行。然后把这3个面团搓长了，刚开始吧，我想把它们编起来，但是它实在太软了，所以最后我就放飞自我了。就随便给它们卷到一起就好了，再卷成一根儿。然后再给它切块，还是15克一个的面皮儿。切完以后就不要滚圆了。用不到的就先盖上防干，这个就直接给它压扁。然后你看一下两面，觉得哪面好看就给它包在外边。把馅儿冻硬了特别好包，这汤圆做起来真的太简单了。我做的汤圆全部都是馅儿是10克，皮是15克。我觉得这样包起来也不漏，皮也不算太厚。盖上放到冰箱里去冷冻。煮的时候就先煮浅色的，然后再煮深色的。水开了以后把汤圆放进去。都放进去以后轻轻的搅拌一下，防止它粘锅底。然后再次开锅了，转中火煮就行了。煮到它浮起来了，再煮2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。再煮几个酸奶馅的。这个配方做出来的汤圆没有一个漏的。一次3种口味的汤圆搞定。来看看这个黑芝麻馅的，这个流沙效果真的很棒耶！瞧我一剪开，它一下就流出来了。如果怕椰子油的味道吃不惯的话，就可以换成猪油和黄油。但是还好吧，我们家人吃着都觉得还挺好吃的，而且说不太甜。这个酸奶馅煮完以后，它就不是那种流沙的状态，但是它是软软的。如果你们也是煮酸奶馅和黑芝麻馅，切记啊，吃的时候一定要先吃酸奶馅，再吃黑芝麻馅，因为黑芝麻的味道重也甜，吃完以后再吃酸奶的，你就会觉得酸奶的太酸了，味道怪。一定要先吃清淡的，再吃重口的。最后呢，我再给你们变个魔术。本来呢，我是很认真的拍了事事如意汤圆，每一个步骤我都很认真的拍了哦，还做了2种颜色的面团，做好以后真的很好看，很有成就感。嘿嘿，是不是还挺可爱的？然后接下来请大家闭上眼睛，倒数3秒钟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哈哈哈，没想到吧，柿子变成了西红柿，真的给我气笑了。哎呦喂，好在寓意没有变啊，也叫事事如意汤圆。但是这个皮我觉得真的不好吃，因为它是用色素揉的面，吃着有点发酸，真有点西红柿那个味儿了。后来我一想，算了吧，费劲巴拉的做出来还不好吃，何必呢？煮的时候汤都变色了。但是我觉得这素材可以逗大家乐一乐，祝大家龙年开心每一天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赞哦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开心每一天。